Hello，大家好啊！欢迎观看黑影 TV，又到了久违的室内环节了。大家看，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 Insta 360的新的云台 Insta 360 Flow，这个云台还是很有科技感的啊！你看这儿其实是半透明的，能看到里边的电路板。我这拿到以后也是觉得这个设计很巧妙。前段时间看到360的新品发布的预告，我一直以为是 Insta 360的拇指相机。其实大家能够今天在屏幕前看到我，或者我们这几百期的跑聊节目，都是因为当年 Insta 360 Go 第二代的发布，我呢尝鲜试了试，从一场大雪开始到现在，已经跟大家一起这么多人陪伴我这么长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对360这个品牌是很有感情的。这次呢，他们提前360的小伙伴跟我聊，说有个新品，我一直以为是第三代的相机，但是没想到是一个更意外的小惊喜。这个云台呢，设计挺有科技感，而且呢，重量也不沉，一共是367克。拿到手以后呢，觉得它比较的周正，就是正圆呀、正的这种臂呀。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玩摄影的人，所以呢，我就从我的角度聊一聊我对这个云台的一些看法。正好这两天日本是樱花季，所以呢，拿着它出去拍了一些樱花的小素材，也做了一个外拍。虽然还没有拍太极限的运镜，但是感受呢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基本上云台的设计都是这种卡扣，然后磁吸上去。这个呢也是跟其他的大多数云台一样，并且呢，它的这个卡扣的设计也比较的好。因为最早，我用那种普通的自拍杆，这个卡扣设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，就是你卡在手机的中间的时候会摁到这些键。现在呢，这种都是设计的有这个凹槽的，等于我把手机卡进去的时候呢，虽然它在这个键子上边，但是呢，它不会摁到这个，这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边也一样是这种有对口的，咔一粘就粘上了。然后开机呢，就是它直接转起来就开机了。默认的都是竖屏的模式，大多数的云台基本默认都是竖屏的模式。现在短视频确实是很火热，然后双击这个就会变成横屏的模式。然后它这个操作的这个空间呀，比较的简洁，实话实说比较简洁，比较科技化。就是这个是个摇杆，有点像游戏手柄似的，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跟手。然后同时呢，它这个转的这个旋钮是一个操作区域，而且这一块是支持触摸的，就是这样会有不同的功能，这些它的产品说明介绍上都有，这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也是有好几个模式，自动模式和这个运动模式等等。然后同时呢，它这个云台配合自己的Insta 360自己的软件，也能有一个不错的 AI 的追踪模式，并且它主打的是这个 AI 更加的 AI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你追踪到了一个人脸，然后呢，前面走过去另外一个人脸，然后他不会跟着走过去的那个人脸跑掉。这个还是挺有意思，而且他还说，在运动过程中，比方说你拿着它跑，或者说剧烈的那种时候，它这个云台的灵敏度会自动的降低，防止了一些抖动。然后你在这儿静止的时候呢，云台灵敏度就会变高。比方说你这样一下，它灵敏度比较高。可是你要这样跑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会好一些。这另外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做的很有意思啊！一开始我拿到手以后啊，我没看说明，我想想我不用说明能不能搞定它，然后发现这儿有点这个缝隙，我才发现它这儿是一个自拍杆儿，虽然有点紧啊，它是一个自拍杆儿。这样的话呢，不光是自拍，还有比方说你拍一些高的东西的时候，它能延长出来，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同时呢，它内置一个三脚架，这个三脚架好像有卡扣的这个设计逻辑，就是你必须要三个全搬下来才能这样搬动。这个我觉得挺方便的，其实，因为原来
我记得我用别的品牌的稳定器，那时候拍摄的时候，这个稳定器是要带一个三脚架拧上去。后来呢，我嫌麻烦，我自己还 3D 打印了一个底座。大家看有 3D 打印机、3D 打印图纸的网站上还有好多那些有名的稳定器的底座，对不对？它这直接抽出来就是一个三脚架，比方说出去，答应大家很多的这边的外出拍摄，这回就有了着落。另外还有一个点，这个点也是解决了我一个问题。我之前有别的稳定器，但是一直还没有弄外拍的时候没有用麦克风。为什么没有用麦克风呢？因为我那个无线麦克风等于一个接收器，一个发射器别在身上，那接收器没地儿搁，得自己弄一个冷却的架子。但是它这儿自己带一个，等于大多数的麦克风的接收器就都可以放在这儿，而且不影响它的运动，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另外，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，你看，这我开箱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我给大家装上。好，装上了，大家看，这东西有意思，它带一个小的补光灯，这补光灯甚至上面可以调节补光灯的亮度，看，它是通过 USB-C 连到了这个云台上。这个补光灯呢，我试过效果，基本上这样我自拍的时候其实是挺亮的，不知道在这个镜头前看到它照到我的脸会有什么变化。最后呢，就是说一下它的续航，它这个电量还是很厉害的，并且呢，它也可以反向给手机充电，等于就是一个额外的充电宝。不过就是它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这个就没地儿插了啊，除非你插到别的 USB-C 的设备上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这种手机，因为手机比较小，电池本身容量就不大，有时候出去外出它能当一充电宝，而且这东西确实折起来以后呢很小。他们还在这里边附带一个这种半透明的斜挎包，这样一挎就跟春游一样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这款稳定器，抛开稳定器本身的属性不说，它的内置的三脚架、自拍杆，还有这个比较酷的半透明设计，再加上这个小灯，都是一些很亮眼的一些点。同时，作为稳定器本身，它的稳定性和一些对运动拍摄一些特殊的理解，还是让这个稳定器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东西。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有感受，毕竟它是一款运动相机的品牌在做的稳定器，更侧重一些这些东西，我也会多拿它去拍一拍运动的画面。这个稳定器发布以后，市场售价是999，不过1000元的价格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您一定需要一个稳定器的话，现在毕竟大家全民进入了手机拍摄的时代，有稳定器和没稳定器拍出来的东西，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。或者说，就我用稳定器来说，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就是自动追踪，这样的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镜头感。好吧，那这期简单的关于 Insta360这款新品 Flow 稳定器的开箱和简单的评测就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可以入手一下电子产品，买新不买旧嘛，是不是？这个价格我觉得值得试一试，值得试一试。那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